你在干什么？唐小姐，你弟弟的医药费已经拖欠好几个月，医院不是做慈善的地方。今天要是再不续费的话，那我们就只有把他呼吸机拔掉了。这怎么可能？他的医药费每个月都是按时给的。我现在就给我爸打电话，问清楚。爸，小姐的医药费去哪儿了？如初，最近集团不景气，我就想着拿这些钱去炒炒股，想着能赚点回来。你也不用再向季思涵伸手要钱，可没想到全都赔进去了。爸，你怎么能这样啊？这是小季的救命钱。你能不能向医院那边再宽限些日子？肖小姐，你想都别想，还要多少？至少还要100万。思涵，关于小季的病，可能还需要100万，你能不能先借给我呀？乔如初，为了这100万，你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思涵，乔如初，我还真是小看了你了。为了100万，你居然敢绑架安安！什么？安安被绑架了？你少在这儿装无辜，绑匪的要求就是那100万，你还敢说不是你？思涵，你相信我，那不是我做的。不是你做的，有哪件事情不是你做的？是害思雨坠楼昏迷至今，还是耍手段爬上你的床？现在倒好，你又派人抓走安安，这一桩桩一件件，你告诉我哪一件事情不是你做的？思涵，你相信我，你听我解释。小七现在真的很需要这笔钱。金总，安安小姐在厂房里面找到你，现在被送往医院了。回来再收拾。安安，怎么样？思涵哥哥，我没事儿。金总，这就是绑架安安小姐的凶手。说是谁指使你干的？乔姐，救我呀！乔姐，你说得是给我20万的，救我呀！你在说什么呀？乔如初，你这个歹毒的贱人，我就知道是你！跪下，跟安安道歉认错！思涵哥哥，你就别怪姐姐了，姐姐肯定知道错了。乔如初，你要是有安安1/10的身量，妈也不至于被你磕死。你怎么说我都可以，我绝对不允许你这么说我妈妈。你还清高起来了？当初耍手段爬上我床的时候，逼我跟你结婚的时候，没见你这么有气节。我从来没有想过耍手段跟你在一起。你要是这么恨我，我可以跟你离婚。在你的最熟玩之际，你想都不行，给我滚到医院外面跪着！这又不是我做的，我为什么要跪？不跪是吧，小如初？你弟弟的呼吸机不用了，那100万不要了，对吧？别！我跪。哼！思涵哥哥，外面那么冷，还下着雨，姐姐这么去外面跪，不太好吧？安安，你就是太善良了，才会一次又一次被这个女人欺负。其实姐姐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她这样一直跟在我们身边，继续错下去，倒不如听姐姐的，你们离婚。这件事以后再说，你先好好休息。乔如初，我都这么害你了，思涵哥哥还是不愿意和你离婚，你给我等着啊！我一定会让靳思涵亲自把你赶出靳家。放开他！靳思涵，你就这么照顾如初的？乔如初再怎么说也是我的女儿，轮不到你来动手动脚。如初，思涵，你怎么在这儿？诗锦呢？一醒来就知道找他，这么迫不及待的想跟我离婚，就是想和他在一起吧？我告诉你，不可能！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这些，我跪也跪了，你气消了吧？没消的话，我再去跪。乔如初，你现在这副样子是做给谁看的？当初把思雨约上天台的是你，亲手把她推下去的也是你，现在你只不过是在赎罪而已。如果我说当初我根本没有发短信给思雨，更没有去天台，你信吗？你还在狡辩！短信是从你手机里面发出去的，天台上也只有你和思雨2个人的脚印。怎么？难道你要说
是思雨故意自杀的。是不是我现在说什么你都不信？你现在说的每一个字，都让我觉得恶心。好，那我承认，是我干的。只要你不断了小季的呼吸机，你让我干什么都可以。是吗？做什么都可以。金思涵，你干什么？现在我就要你来赎罪。喂，爸。如初，你是不是又惹金思涵不开心了？他今天派人到咱们家，说是要断掉小季的呼吸机的费用。什么？可是他明明已经……如初，以我们家的家政，只能支撑小季一时。你只要跟季思涵不离婚，他就不会拿小季怎么着。喂，乔如初，你可要明白，我们家就是小门小户，可维持不了如今呼吸机的高昂费用。要想你弟弟活命，该你自己想办法。赵阿姨，当初你嫁进来的时候拿走了我妈妈所有的陪嫁，现在小季命在旦夕，你就置身事外，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吗？说什么呢？当初这些东西我拿走，可是老乔默认的。再说了，你妈都死了这么多年了，我又怎么啦？爸，你也是这么想的吗？如初，这一切还都得靠你了。行，我去找金思涵。来，喝点水。思涵哥哥，我这样贸然闯进你家，姐姐会不会不高兴呀？他有什么资格说不？再说了，要不是因为他，你怎么会受伤？安安伤还没好，这段时间住家里养伤。还有比医院更好的疗伤地方吗？为什么非要住在家里啊？思涵哥哥，我看还是算了吧，姐姐并不欢迎我。你坐着。如初，安安只是在家里养伤的，伤好了就会离开。随便你们，只要你不断了小季的呼吸机，做什么我都无所谓。只要你不提离婚，乔如季就还是我弟弟。你也刚出院，一会儿一起吃饭吧。不用了，我不想吃。思涵哥哥，我们先去吃饭吧，等会儿我给姐姐送上去。乔如初，你现在住着静太太的房间，是不是很得意呀？你什么意思？乔如初，好好珍惜你当静太太的每一天。怎么？你要把我赶出去吗？你就这么急着想要入住静家呀？当然不是我赶你出去，而是由思涵哥哥亲自赶你出去。安安，思涵哥哥，乔如初，怎么回事？思涵哥哥，我刚刚看姐姐没有吃饭，好心好意来给她送吃的。姐姐说我根本就不配进她这个房间，还推了我。乔如初，你怎么这么歹毒？安安她的病情还没有痊愈呢。我歹毒？金思涵，你从来都只听信别人的一面之词，从来都不肯相信我，一味的被人驱使着，就像个傻子。说什么？说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傻子！你给我滚出静家！求之不得。你，李晨，去看着点他，别让他出意外了。喂，如初，你赶紧到医院来一趟，小季可能不行了。什么？医生，这还有救吧？医生，医生，我姐姐怎么样了？不好意思，我们已经尽力了，准备后事了。乔如初，为什么你就不肯承认？季思涵，他可是决定着小季的命啊！是金思涵亲口下的命令吗？除了他，还有谁？只能怪小季命不好，摊上这么个不负责任的姐姐。赵琴，
小七的姐姐不止我一个，乔安安也是小七的姐姐。靳思涵那么在意乔安安，如果他开口去求靳思涵，小七就不会死。乔如初，你不要什么脏水都往安安身上泼，明明是你害死了乔如记。滚！你给我滚！我不想再见到你。喂，季总，乔如记在医院出事了。什么？你看着乔如初，我马上过来。乔如初，你疯了吗？在大马路上乱冲乱撞，你不要命也不用这么着急。是你害死了小七！你疯了吗？乔如记怎么了？靳思涵，你好狠！你不是说只要我乖乖听你的话，你就还会把小七当弟弟吗？你为什么断了他的呼吸机？你为什么断了他的呼吸机？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的！你说什么？乔如记死了？我没有下过这样的命令。你还在这里装傻，靳思涵，我这辈子都不想再看见你了！姐姐，你怎么可以对思涵哥哥动手呢？谁在这里讲惺惺的？没有你这么恶心的妹妹！乔如初，你有什么怨气冲着我来，别对着安安。思涵哥，我只是想帮你说话而已。怨气？我对你们没有任何怨气。靳思涵，我们离婚吧。你想离婚？小七死了，一切都没有意义了。我再也不想待在你身边，哪怕是1秒钟，都觉得恶心。做梦！乔如初，我告诉你，没有我的允许，你休想离婚。靳思涵，可惜了，这次离婚是你说了算。乔如初，你回来！你怎么样了？为什么救我？我死了，对大家都好。你的命是我的，没我的允许，你不准死。你刚醒，喝点粥吧。不想我死，就离婚吧。乔如初，我从来没有下过断掉乔如记呼吸机的命令。靳思涵，现在说这些还有用吗？小季已经死了，我爸现在恨我、怨我，我做的一切全都白费了。这件事情我会调查清楚的。如初，你信我。信你？我当初苦苦求了你那么多次，让你信我，你是怎么做的？靳思涵，我再也不想看见你了。姐姐，你醒吧。你怎么还有脸来见我？姐姐，小季死了，我们都很难过。小季，你还敢提小季？如果赵鑫肯把当初吞掉的嫁妆还给我，哪怕是1成，小季就不会死。什么嫁妆？姐姐，我什么都不知道啊。阿姨的嫁妆是投进了乔氏集团，我妈可没有私占过1分钱。是吗？乔安安，你装了这么久，不累吗？姐姐，我知道你怨我、恨我，要不你就打我、骂我吧，你就别怪思涵哥哥了。妈，你怎么来了？我儿媳车祸住院呢，我还不能来吗？好孩子，你受苦了，妈在，有什么委屈给妈说。谢谢你妈，但是我跟靳思涵没什么好说的。乔如初，思涵，你自己的老婆自己负责哄好。至于这个人，阿姨你好，我是乔安安。你就是如初的妹妹。是的。你也是，你一个外人，别整天掺和人家小两口的事情。年纪轻轻的，这么不知检点。安安不是这样的人。思涵，你居然还护着她！我不管她是什么样的人，靳家的儿媳，我只认如初。如果谁敢使坏心眼，我绝不会饶过他。小七，姐姐来看你。还有脸来？哎呀，小七呀，你怎么那么命苦啊？怎么就摊上这么个狠心的姐姐呀？放开！我说过不是我害死的乔如记。还
还有你，没有资格来看小姐，快走吧！如果连如初都没有资格来，那么你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乔如姬1天的治疗和呼吸机费用50万不等，你这个亲生父亲连50万都不肯拿出来为你儿子治病，到头来还要指责一直为乔如姬续命的乔如初。我们乔家这小门小户的，如何能一下子拿出50万啊？哼，老乔也是无能为力。哎，老乔，你没事吧？我们走。小七，都是姐姐的错，才让你就这么离开了这个世界。起来吧，地上凉。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好，那我在外边等你。思涵哥哥，你回来了。姐姐怎么回来了？这是如初的家，她当然应该回来。倒是你怎么在这儿？安安是暂时来这里养伤的。哦，是吗？今日是你弟弟的葬礼，你怎么没去？安安大病未愈，外边又下着雨，我就没让他去。如初刚出院，还不是一样去了？怎么？就他娇贵点吗？我倒是看他活蹦乱跳，健康得很。哥哥，既然你身体恢复的差不多了，就赶紧收拾东西走吧。你父亲刚没了儿子，你就好好回去陪伴安慰他吧。安安，妈说的也有道理，你就先回去陪陪他吧。老太婆竟敢挡我的路，给我等着！思涵，你就好好照顾一下如初，妈就先走了。知道了，妈。来，小心烫。你不用跟我演戏了，妈已经走了，我们还是把婚离了吧。我不会同意离婚的，你也不要再提。把汤喝完。如初，我就回到亲家了吧？我很累，爸，有事你就说吧。你能不能帮我找靳思涵借300万？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乔如初，你是不当家不知道柴米油盐贵啊！给小鸡办葬礼，我可花了不少钱，再加上乔氏集团现在又不景气，我们家早就入不敷出了。我不会再替你向靳思涵要1分钱，我已经在跟他办离婚了。什么？你真的要跟靳思涵离婚啊？决定嘛？对，所以我不会再花他的钱。你们死了这条心吧。什么？离婚？你敢？安安，你快来！乔如初要和靳思涵离婚呢。妈，我早就知道了，可惜啊，靳思涵不同意，他们离不了。他靳思涵不想离婚，那咱们可以找个理由逼着他离婚就是了。什么理由？当初靳思涵不是说要娶你吗？那你就以重病为由，催促他和乔如初离婚，逼他兑现诺言。既然如初不愿意帮乔家，那就只有靠安安你了。放心吧，爸，等我成为了靳太太，我一定帮你要到这300万。思涵哥哥，安安，你怎么了？思涵哥哥，我得了胃癌，这辈子恐怕不能再陪着你了。你和姐姐好好的。什么？你现在在哪里？思涵哥哥，你不要来找我了。安安，别急，没准是误诊。你在那儿等我，我带你去最好的医院检查。思涵哥哥，这个检查无论多少遍都是这个结果，只可惜我不能等到再成为你新娘的那一天了。不会的。安安出事了，我要出去。我都听见了，她既然这么想嫁给你，我可以成全你的。乔如初，你非要在这种关头说离婚吗？你就这么想跟我离婚？
是，金思涵，如果他真的得了癌症，那我跟你离婚，你娶她，这难道不是两全其美的事情吗？这件事等我回来再说。如初，我就知道你在这儿。季时锦，我听说小季没了，你又出了车祸，你说我能不过来看看你吗？小季，我再也见不到他了。靳思涵他为什么要拔了小季的呼吸机啊？他一点都不在乎你的感受吗？他怎么会在乎呢？他从始至终都觉得我只是一个不择手段爬上他床的女人罢了。如初，你跟我走吧，我会照顾好你一切的。季时锦，你还是喜欢他对吧？我喜欢了他10年，可是他从始至终都不爱我。现在小季走了，他又那么在乎乔安安，我已经不想跟他再有任何牵挂了。时锦，我答应你。好，我安排好了就来接你。安安，不要担心，有什么我们一起面对。思涵哥，有你这句话我就足够了。哎呀，我可怜的女儿，你怎么就得了这个病嘛？也不知道还能活多久啊！妈，人各有命，我也没有办法。我只想在我有限的时间里面，可以孝顺你，照顾好思涵哥哥，我就心满意足了。也不知道在我有限的时间里面，能不能长次成为思涵哥的新娘。思涵啊，你看安安都这样了，你都不同意吗？安安，答应过你的事情一定会实现，但不是现在。金总，金小姐要请来的记下。真的？安安，我过去一下。完了完了，这个金思雨不会真的会醒过来吧？你先别慌，刚护士不是说只是有醒过来的迹象？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自乱阵脚。当时这个蒋兆林过来找我，被这个金思雨撞见，我一时情急之下把他从天台上面推了下去。你说，要是这个金思雨醒来，会不会指认我？到时候思涵哥肯定不会放过我。那咱们就让他再也没有醒过来的可能。靳思雨想醒过来，做梦。知道该怎么做了吧？当然当然，你们从来没来过这里。如果金小姐出了什么问题，那就是乔如初小姐来过。小姐她出事了。什么？医生，我妹妹她怎么样？幸亏抢救及时，病人暂时没有生命危险。思涵，安安，你怎么过来了？你还生着病呢。我听说思雨出事了，就赶紧赶过来了。医生，这到底怎么回事？昨天还有苏醒迹象，今天怎么突然就？有人给季小姐的输液里注射了药物。什么？护士呢？金总，说，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不是有人故意的？我也不太清楚。昨天就只有金太太来看过金小姐，说是想单独陪她一会儿，我就没想这么多。你是说乔如初昨天来过？思涵哥，你说我是姐姐，怕思雨醒过来指认她。乔如初，时锦，我已经都收拾好了。好，我马上来。乔如初，靳思涵，离婚协议我已经放在你的书房了，你要是还不愿意签字，我就只能走法律程序了。怎么，你要跟其他男人双宿双飞吗？靳思涵，我知道你不会同意的，但是我已经决定了，这个婚就算不离，我也不会继续住在靳家。乔如初，你真贱！为了离开我，你不择手段对思雨下手，怎么？这样既能分散我的注意力，又能让你和其他男人在一块儿，是吗？
你在说什么？思雨究竟做错了什么？你要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害他？思雨怎么了？你还在这儿装？昨天下药的事情，护士都已经指认了，你还敢说不是你？不可能，我昨天就没有出去过。季思涵，你信我？信？你别再提这个信字，真让我恶心。你竟然觉得我恶心，为什么还不跟我离婚呢？想离婚？不可能！乔如初，我告诉你，就算是你死了，你也是我靳思涵的鬼，我会让你生不如死！干什么？放开我！靳思涵，你干什么？放开我！乔如初，你这辈子都逃不脱我，你会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思雨怎么样了？你还有脸问？要不是医生发现及时，思雨就真的被你搞死了。靳思涵，我从来都没有害过思雨，我要说几遍你才明白呀？你要是不信，你可以去看看监控，看看我昨天到底出去过没有。还有，思雨昏迷了这么久，我为什么到现在才害她呀？这件事情我会调查清楚，但你要想离开我，门都没有。这辈子就算把你圈养到死，你也休想离开我的。如果你愿意一辈子都对着一具尸体，我倒是佩服你。怎么，你想死？我死了不好吗？可以下去陪小季，也可以顺便摆脱你。乔如初，乔氏集团的人也不在了，即使景能命你的药，你只要敢死，我就让这些人全部去给你陪葬。靳思涵，你好了，好好休息，金太太，明天再来看你。安安生病了，我就把她接过来了。靳家什么时候变成肿瘤医院了？得了癌症住进来就能痊愈？姐姐，我知道你不喜欢我，等我病好了，我就搬出去。不用在这里假惺惺的，这不是我的家，我说了不算。你只需要把靳思涵哄得晕头转向就够了，其他的不用管。乔如初，去给安安做饭。我还要给一个登堂入室的小三做饭。你不要忘了，你只不过是我靳家养的一条狗而已。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听明白了吗？靳思涵，哪怕是一条狗，养久了也会有感情吧？你有吗？少废话，去做饭。思涵哥哥，怎么了？不合胃口？姐姐做的这些菜我都过敏。乔如初，你故意的是吧？你明知道安安吃不了这些东西。你让我做饭，又没让我做什么饭，冰箱里就这些，爱吃的吃。安安她得了胃癌，饮食必须清淡。去，给我重做。靳总既然这么关心小安安，为什么不自己做？思涵哥哥，没关系的，这些菜我们也能吃。安安真懂事啊，知道自己恬不知耻爬进别人家，就不在这挑三拣四了。乔如初，你是存心给我找不痛快对吧？你既不让我离婚，又带个情妇来住在家里膈应我。靳思涵，到底是谁给谁找不痛快？乔如初，去给我重做！不可能。我吃好了，靳总您自便。思涵哥哥，要不我给你做吧？你已经很久没有吃到我给你做的菜了。你还生着病呢，我怎么忍心让你做饭，让你婶去做啊？思涵哥哥，你什么时候和姐姐离婚呀？我并不在意姐姐说了我什么，但是我只想在我剩下的时间里面能陪在思涵哥哥身边就足够了。会的，安安，但不是现在，你再等我一段时间。没想到思涵哥哥还是不愿意离婚。乔如初，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消失？思涵哥哥，
今天晚上我想……安安，你身体还没有康复呢。那好吧，思涵哥哥，今天晚上你睡哪儿啊？我睡书房。靳思涵根本就没有忘记乔如初，看来我得下一剂猛药，才能让乔如初彻底滚出靳家。靳总不去陪你的乔安安，来我这干什么？我来看看我的老婆有问题。你这个时候想起来我是你老婆了，扇我巴掌、逼我、威胁我的时候，怎么没想起来呢？那还不是因为你不听话吗？别碰！哦，对了，给你分享个好消息，来，好好看看。靳思涵，你对季家做了什么啊？季时锦觊觎我的女人，我让季氏吃点苦头怎么了？同样的道理，要是你敢离婚，我敢保证乔家和季氏会一同破产，从此整个世将再无他们的立锥。靳思涵，你也就只会耍这些卑劣的手段而已。卑劣，邵如初，和你害惨思雨相比，我简直是小巫见大。只要思雨一天不好，你就休想在我靳家得一天好日子，你明白吗？喂，爸，怎么了？安安，我们乔氏资金链断了，现在急需300万，你看你能不能向靳思涵借借？啊，我们乔家这回啊是真遇上麻烦了，如果不能顺利解决，恐怕就会破产的。你得好好帮帮我们啊！妈，你别担心，我已经住回了靳家，等我找好理由，就去找靳思涵拿。还是安安懂事，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安安，有什么事吗？思涵哥哥，你知道的，我们家出了一点状况，但是这个治病的费用就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我不能再拖累乔家了。安安，别这么说，治疗需要多少钱？我给你打过去。不用了，思涵哥，我不能再拖累你了。这怎么能叫拖累？能治好你的病，花多少钱都在所不惜。我已经叫孙助理把500万打到你卡上了，想买什么都随你。谢谢思涵哥哥。乔安安，你要干嘛呀？我要你给我做饭，饿了就自己做，手残了就叫外卖，或者让李婶给你做。是思涵哥哥要你给我做的。再说了，姐姐给妹妹做饭不是天经地义的吗？乔安安，你癌细胞扩散到脑部了吧？哪有正房给小三做饭的？乔如初，你怎么敢这么跟我说话？怎么不装了？正如思涵哥哥说的那样，你不过就是靳家养的一条狗，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等哪一天思涵哥哥把你玩腻了，立马把你一脚踹开，到时候你再怎么摇尾乞怜也没用。如果靳思涵真的要分开，我求之不得。他如果真的爱你，在乎你，又怎么会让你没名没分的当一个情妇呢？与其在这找我的麻烦，不如多跟他吹吹枕边风，让他早点跟我离婚。怎么，你这是主动放弃了离婚？你这让乔如姬在地下可不得气死呀！你是不知道乔如姬死的时候多难受，她就这么看着呼吸机被断开，呼吸困难，青筋暴起，生不如死。你给我闭嘴！你不配替小季。邵如初，你是怎么敢对安安动手？我怎么不敢？原配打小三，天经地义。贱人！思涵哥哥，你就不要怪姐姐了，都是因为我提到了小季，
才会迁怒姐姐的。你就不要生气了。这个女人浑身都是贱骨头，不打不行。秦思涵，你打我呀？怎么不把我打死呢？你就这么想死？与其看你当着我的面跟小三卿卿我我，我还不如死了算了。我看你身体好得很，你死不了。把手机给我。医生，送夫人回房间，没有我的允许，谁都不准见她。李闪！金总，集团有个紧急会议，有您召开。思涵哥，没事的，我自己上药吧，你先去忙。好，安安，等我开完会马上回来陪你。李婶，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安安小姐，你的意思是？你没听思涵哥哥说吗？不用管楼上那位死货。既然这样的话，饭也不用给他送，水也不用给他递，明白吗？明白，明白。李婶，好好听我的话，等我当上了晋太太，自然少不了你的好处。乔如初，你就在那个房间里凄惨的死去吧。李婶，李婶。季总说了，不给夫人你任何东西。既然不放我出去，饭总该给我吃一点吧。可是我不能违背季总的命令。李婶，李婶，我要是死了，你就是杀人凶手。夫人的死活跟我没有关系。是吗？那我现在就在手臂上面写下遗言，指认你，为你脱我脱得了干系。可是我不能违背季总的命令。那你就把你的手机递给我。喂，你是？喂，师姐。喂，快救我！如初，你怎么了？我在晋家，快救我！救我！如初，你怎么了？思涵哥哥，这是我给你做的午饭。安安，你怎么来了？你还生着病呢，不能这么操劳的。思涵哥哥，这怎么能叫操劳呢？我愿意给你做一辈子的午饭。虽然我不知道我剩下的时间还有多少。安安，你别灰心，我会请最好的专家给你治疗。思涵哥哥，比起在冷冰冰的医院接受痛苦的治疗，我愿意每天都在你身边。我想去瑞士看雪，你能陪我吗？等我忙完这段时间就陪你去，好不好？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撑到那个时候。思涵哥哥，我们真心眼下好吗？好，那就依你的，我们这就……靳思涵，如果你对如初还有一丝愧疚的话，乔初怎么了？赶紧过来医院。你怎么和他在一起？如初现在在抢救室。靳思涵，如初究竟做错了什么，让你这样害死他？只是急，你发什么疯？我没想过他死。那为什么他连打电话都不接，把他关在房间里面不吃不喝，让他自生自灭？他什么时候给我打过电话？
他犯了错，我小惩大谢难道不应该吗？再说，我从来没说过不给他吃喝。金思涵，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王八蛋！如果不爱了，就放他离开。金世杰，你搞清楚，乔如初是我的女人，就算我玩腻了，她也还是我的女人，轮不到你来染指。干什么？这是医院，病人好不容易抢救回来，再刺激到他，后果自负。医生，如初怎么样了？你是病人的，我是病人的丈夫，有什么事儿你可以跟我说。你是病人的丈夫，你是怎么照顾你太太的？根据检查，她已经超过50个小时没有任何进食了。怎么会？靳总又怎么会知道呢？在如初最绝望、最无助的时候，你还在跟自己的情妇你侬我侬。我可以进去看看她吗？可以。病人刚刚恢复，尽量不要刺激他。他什么时候能醒过来？这个不太清楚，一般10个小时左右。如初怎么样了？季世杰，我麻烦你搞清楚，乔如初是我的女人，就算她死了，也是我靳家的人。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比你有资格，又是个王八蛋。靳总，李水给你带来了。为什么不给乔如初吃饭喝水？谁给你的胆子？季总，你之前说不许李夫人，我以为你让夫人自生自灭，我都是按照你的办法来的。简直可笑！乔如初她再怎么样，也是我季思涵的女人，容不得你这么对她。季总，你听我解释，我是听乔思涵哥，我的胃好疼。你又怎么了？胃疼的话去找医生啊，我季思涵有一个。季世杰，你闭嘴！哎！如果我当初能够不顾一切，阻止你嫁给金思涵就好了。世杰，你不要这么说。你醒了？可刚跟靳思涵，我早就醒了，我是不想看到他，才故意装作还没醒的样子。还好我及时赶到了。我知道靳思涵恨我，但没想到他会真的要了我的命，把我关在暗无天日的房间里，让饥饿把我活活折磨死。靳思涵这个人面兽心的畜生！世杰，我不能继续住在靳家了，帮我向法院提起诉讼吧。好，我一定会以最快的速度帮你收集证据，帮你离婚。谢谢你啊，世杰。如果没有你，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们俩呀，从小一起长大的，现在小季没了，你就是我世界上最亲的人，我一定不会抛下你的。如果当初我没有爱上靳思涵，没有听赵晴的话，喝下那杯水，就不会嫁给靳思涵。今天的这一切就都不会发生了。好了，不错，你现在最重要的呀，就是先把你的身体养好，后面的一切都交给我吧，啊。我又给你添麻烦了。只要你没事就好。靳总，您夫人她醒过来了。安安，你先好好养着，我去就来。好。思涵哥哥居然丢下我去找乔如初，乔如初，你为什么还不死？
醒了就把药喝了。你干什么？给你梳头。我自己可以。给自己老婆梳头，不是天经地义的吗？对，在靳总眼里，做什么都是天经地义的。把小三带回来养病是天经地义，把人关进房间，不论生死，更是天经地义。你真是吃醋啊！你放心，等安病好了，我会让他搬出去。我自己会搬走的。你说这什么意思？我要搬出去住。不可能，我不同意。秦思涵，我要离婚你不同意，我要搬出去住你也不同意，什么意思？把我当宠物一样豢养在身边吗？乔如初，你别忘了，你欠思雨的。我从来就没有害过思雨，我说了无数遍了。是，你没有害思雨。既然你是清白的，那就更应该留在我身边，证明给我看。乔安安知道你的意思，她那么想当靳太太，你忍心让她失望落空吗？再说了，她不是得了癌症没几天了吗？你何必把时间浪费在一个你不喜欢的人身上？安安的病，我会想办法，这用不着你来操心。乔如初，这辈子你就留在我身边，好好赎罪，明白吗？靳思涵，你就是个神经病！如初，没事就好。妈，我一会儿公司还有事，就麻烦你送他回去了。有什么事是比接如初回家更重要的？妈，他有事就让他去忙吧，我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既然如初都这么说了，那妈就亲自接你回去。赶紧给如初炖点鸡汤补一补。好，我接着去。姐姐，你回来了。你怎么还在靳家？赖着不走了是吧？靳思涵说他得了癌症，需要在这里养病。你当我们靳家是3甲医院吗？还在这里养病？怎么，儿子是肿瘤专家呀？伯母，我知道你对我有偏见，可这是思涵哥执意让我留下来的。思涵被你蒙蔽了，我可没有。哼，别以为我看不出你那些花招伎俩，赶紧给我走！如果再让我看到你恬不知耻的黏着思涵，伯母，不是这样的，你听我解释。走开！像个狗屁膏药似的，阴魂不散。李婶，帮我给他拉出去。安安小姐，我看你啊，还是先走吧。如初，关于离婚的证据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还需要一个人证，你有想好找谁吗？我本来觉得乔安安是最好的人选，不过他不一定会帮我。我要不找我爸商量看看？好，那我陪你一起去。如初，你让爸过来有什么事儿吗？爸，我决定跟靳思涵离婚，可是他不同意，所以我决定起诉离婚。起诉离婚？乔叔叔，现在物证已经搜集的差不多了，但是还差一个人证，所以我和如初希望您能够出庭作证。作证？做什么证？证明我跟靳思涵感情破裂，无法挽回。如初
你说这事……爸，这本来就是事实。当初赵晴误把我送上金思涵的床，才会有今天这些事情。或许金太太这个位置本该就属于乔安安。乔叔叔，现在只有您出庭作证了，这场官司才有获胜的可能，这样对您的2个女儿都好。而且靳家的财产我1分都不会要，就算离婚后财产分割给了我，我也会全部都给你的。这样可以了吧？好吧，爸答应你。谢谢你，爸。是什么？金总，是法院传票，夫人起诉离婚了。乔如初，你为了离婚还真是煞费苦心呢。那金总，您有什么打算？当然不能让他得逞，去把律师调来。金总您好，孙助理请我来是为了您和您夫人离婚的案子。郑律有什么好的建议？这场官司我必须……我建议临场状态非常重要。如果靳总能把夫人起诉的理由变换为一时的激愤，营造出夫妻依旧感情深厚的样子，会比较有胜算。而且夫人那边也没有什么对您不利的证据，比如家暴、财产、出轨的问题。乔如初一定会找技师警帮忙，说不定还会找到安安。去把乔安安的父亲带过来。是。如果我能找到人出庭作证，证明我们俩的夫妻关系依旧正常，那么胜率会不会大一些？如果有人证的话，胜算会大一些。靳总，您找我有什么事吗？乔如初去找过你的。没有。没有，那正好。乔如初要起诉我，跟我离婚，就劳烦乔先生出庭作证了。作证？证明什么？当然是证明如初只是一时意气，我们的夫妻关系依旧完好。靳总，这是撒谎，是违法的，不太合适吧？乔先生去地下赌场赌博的时候，怎么没见你分期受罚呀？你怎么知道？这很难吗？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乔安安和你夫人依旧被蒙在鼓里了。只要你这次帮我，我不仅可以帮你股清亏空，还能给你乔氏集团注资。真的？你看我像说谎的人吗？好吧。喂，乔如初。法院的传票你已经收到了吧？下周2开庭，记得来。我不会去的。靳思涵，你什么意思啊？乔如初，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我不同意。你为什么总是学不乖？我不是对你摇尾乞怜的宠物，你不来就不来，一次不成功我就第2次，直到法院判决为止。乔如初，你就这么有把握赢？哼，赢不赢得了，你和我说了都不算。我们谈谈吧，带上双方的律师。我和你没什么好谈的。如果你手上掌握的证据足够让我放手，那我同意离婚。
如果做不到，就算去打官司也是浪费时间。你说呢？好，我答应你。乔如初，这还没跟我离婚呢，就跟野男人走这么近。靳思涵，到现在了还恶人先告状，有意思。这是我方律师，王律师，交给你了。您好，我是乔如初小姐的律师，我们这边已经掌握了您家暴出轨的证据。这视频不全吧？在这之前，还有一段乔如初打安安的视频呢。不过，这也只能证明是我们夫妻间的小打小闹而已。但你软禁我是事实，我身上的伤也造不了假。靳思涵，我们之间的感情已经破裂了。说完了，到我了，进来吧。我方证人之一，乔如初，你的父亲。如初，你也太冲动了。靳总是真心爱你的，你还是跟他回去好好的过日子。乔叔叔，您这是什么意思啊？这夫妻之间小打小闹也就算了，这别闹到法庭上跟靳总打官司，你是没有胜算的。我能证明乔如初女士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以及明显的自杀倾向和抑郁症。这是三甲医院出具的证明，麻烦你看一下。靳思涵，你为了赢，现在已经开始诬陷我是精神病了吗？这怎么能叫诬陷？你当初在马路上寻死的时候，可是被监控拍得一清二楚。还有你在家里多次发表自杀的言论，安安、李婶都可以作证。靳思涵，你怎么可以无中生有，颠倒黑白？如初，你还是听靳总的话吧。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乔叔叔，你这是把如初往火坑里推啊！乔如初女士，你在夫妻关系续存期间患有精神疾病，你的诉求不符合事实，没有法律依据，法院不会受理。对方证据充分程度超过我们的想象，乔小姐，我这边建议您还是……怎么会这样？乔如初，你闹够了没有？现在给我回去！我不回去，我不回去！靳思涵，就算败诉了，如初也有权利不跟你回去。我的女人，轮得到你在这里说三道四？师姐，我们走。给我追上他们！靳总，再往前追就要撞上了。不惜一切代价，要让乔如初从季时锦的车上滚下来！靳思涵，你要撞死我们吗？我绝对不会允许你从我眼皮子底下把我的女人带走。靳思涵，你疯了吗？我已经不爱你了，你为什么还要纠缠我？当初耍肮脏手段逼我娶你的人是你，现在说不爱的人也是你。乔如初，凭什么你说离开我就要放你走？你把我靳思涵当什么人了？当初是赵琴让乔安安爬上你的床，不是我。乔安安那么爱你，你为什么不能成全她？我给过你机会让你离开，可你就是走不了。乔如初，你注定只能留在我身边，直到死去。靳思涵，是不是只有我死了，你才能放过我呀？乔如初，留在我身边赎罪，
才是你唯一的选择。金子涵，你干什么？季世锦，我最后提醒你一次，如果你再敢跟我的太太有任何联系，别怪我无情。金思涵，你要干什么？金思涵，你这个是非法囚禁！金思涵，乔如初，你混蛋！乔如初，这是你逼我的。夫人，喝点粥吧。之前呀，听错了季总的指示，差点害死了你。你如果心中有怨气，你就打我骂我吧。我有什么资格打你骂你？我现在在靳家，活的还不如一条狗，不论是死是活，都没有任何意义。你把粥拿走吧，我不想吃。那这个药，你要吃一点。李婶，你也觉得我有精神病啊？把他们都拿走，出去。饭不吃，药也不吃，乔如初，你是非要跟我倔是吗？吃吧，不烫。乔如初，你是想要绝食自尽吗？我是死是活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用铁链拴住我，践踏我的尊严，我就算死了又怎样呢？你要是想用这种方式慢性自杀，你信不信我用绳子把你绑在床上，像植物人一样，每天给你输营养液血？你把我的铁链解开，我就好好吃饭。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讲条件？精神病，不想被关在屋子里，难道你想进疯人院？季思涵，我恨你。那你恨吧，恨我，也总比离开我。小如初，你自己选吧，是好好吃饭，还是当个植物人，或者进疯人院？这就对了嘛！以后乖乖吃饭，不然就真把你送进疯人院，给你输营养液。喂，是谁？强，这么快就不记得我了？王强，你找我干什么？上次你让我跟你合作勒索金思涵，诬陷乔如初，害得我被金思涵打断一条胳膊。我给了你整整500万，还不够？才500万而已，随便花花就没啦。因为我也算半个残疾人，工作不了，你得再给我打500万。你不要得寸进尺。不给了我就去问金思涵要，顺便我去说点有的没的。不行，乔大小姐，你好好考虑一下。王强，不如这样，我们再合作一次。这次我会让你赚到这辈子都花不完的钱，怎么样？哦，说说看，我洗耳恭听。
安安呢？喂，靳总，有什么事儿吗？让他接电话。安安应该在房间里吧？安安好像不在房间里，可能出去逛街了。你确定他出去逛街了吗？我也不清楚。安安这孩子啊，昨晚上就没回来，临走的时候也没说去哪里。你是他妈，安安一晚上回来你都不过问的吗？靳总，安安最近啊老是出门，我也不太清楚。三哥哥，我好害怕，快救我，快救我！王强是当初绑架乔安安的人。你怎么来了？安安被人绑架了。什么？是王强。然后呢？你怀疑是我雇了王强，然后绑架乔安安？我没这么说。你是没这么说，但是你看我的眼神，就像是我脸上写了绑匪2个字。所以你这么晚回来，是来质问我？明天中午，他们会把位置发过来。对方要你带着1个亿去换乔安安。你要拿我去换乔安安，凭什么？就因为他曾经指认过我，你就认定了是我让人绑了乔安安吗？我被你囚禁在这个地方，一举一动都被你监视着，我拿什么去联系王强啊？只要你去，我一定会按时救下你。你拿什么保证？听说王强的一条胳膊都被你拧断了，你觉得我过去了之后会是什么样的遭遇啊？乔如初，我只要你去拖延时间，我一定会把你救出来，到时候我会好好补偿你。不需要你的补偿，我不会去换乔安安的，你死了这条心。如果你执意不去，我会把你打晕了带过去。这世界上的每一样东西，你得到了之后，都会付出相应的代价。就像因为我爱你，所以我嫁给了你，我就要失去我的尊严，我的人生，我的亲人。我跟你保证，我一定会把你救出来的。你如果想要救乔安安，那就跟我离婚，我心甘情愿的过去。不然你送过去的就只能是一具尸体。你现在想跟我离婚，我跟你保证过，我一定会好好补偿你的。我说了，我不要你的补偿，我甚至希望收买王强的人是我，这样我送过去之后，没准还有一线生机。靳思涵，在我看来，你跟王强就是一类人，甚至你还不如他。你想好了吗？好，我答应。我明白。那你现在就把律师叫过来，拟定离婚协议，明天一早直接去民政局拿离婚证。靳思涵，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的鬼话吗？何况明天下午我就要去交换你的心上人了，时间紧，早点把婚离了，你也好跟乔安安正大光明的在一起。
行，我现在就联系律师，让他过来。我终于可以离开金思涵了，太好了。这是协议，你看一下吧。有什么问题随时找律师更改。乔如初，你真的不再考虑一下？不用了，这个婚本来早就该离。签字。靳思涵，你什么意思啊？乔如初，我一定会救回你的，你给我时间，只要我一查到安安的下落，我就马上过去救你。我们不离婚好不好？靳总，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你与其在这里关心我的死活，不如多花点时间去哄哄你的乔安安。乔如初，靳思涵，你有没有想过，这其实是乔安安自导自演的，目的就是为了除掉我，和你在一起。毕竟能同时被一个人绑架2次，不是蠢，就是故意的。不可能，我调查过，劫匪也发了视频给我。靳思涵，其实我一直想不通，你为什么会喜欢乔安安？安安在6年前救过我。 6年前？6年前的元旦，我失足落水，是他救我。你怎么就确定是他救了你？我当时从医院醒来，第一个见到的就是他。他说是他救了你。他说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左手上戴着一个手镯，我当时落水挣扎时无意间摸到了，我可以确定就是他。当时就没有其他人在场？没有，我调查过。靳思涵，你有没有想过，同样的镯子很多人都会有，是他骗了你？乔如初，你在说什么？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靳思涵，你现在倒开始相信我了。没什么，随口说说。原来6年前我救的人就是你，救了你，自己被送进了医院，不省人事，整整躺了1周，高烧不退，无人在意死活。靳思涵，一命换一命，我早已经不欠你的。靳思涵，如果我说当初救你的人是我呢？乔如初，你现在撒谎还有什么意义？我相信自己的判断，你说这些不过是不想去救安安而已。太可笑了，你的判断。笑什么？没什么，只是没想到你这么深情。你跟乔安安啊，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我衷心祝福你们百年好合。你渴了吗？我去给你倒杯水。不用，你倒的水我怕喝了会被呛死。那好吧，你好好休息，明天一早我来接你，去民政局。靳思涵，我给过你机会的，是你自己不信，那你就永远都活在谎言里吧。靳总，已经按照绑匪要求将钱全部放在车上了。这是今天绑匪寄过来的手环，里面应该装了定位系统，要夫人亲自带上，独自前往指定地点。小孙，以后别再叫我夫人了，我已经跟靳思涵离婚了，这声夫人留着给乔安安叫吧。乔小姐，这个手环的定位系统我们已经改了，我们能完全掌握到你的位置，靳总已经安排好了一切，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去救你。随便你们准不准。
金思涵，再也不见。金总，乔小姐已经走了，返回吧。就往前面一直走。王强，你当初诬陷我，害得自己被废了一条胳膊，现在又绑架强安来诬陷我，让我来做交换，你到底安的是什么心思？送你来交换的是金思涵，不是我。你别挣扎，不想吃苦的话。你如果是想要报复金思涵的话，那你可真是做了个错误的决定。从他让我拿着钱来交换乔安安的那一刻起，你就应该知道，他更在意的是乔安安，而不是我。其实我倒觉得金思涵对你是有感情的，反而是你吧，比较在乎金思涵选择乔安，而不是你。我在不在意现在还重要，反正我是活着走不出这里了，让我死个明白吧。你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我可舍不得杀你，我就实话告诉你，是乔安主动找我合作，互惠互利罢了。乔安安，他还真是煞费苦心啊！一点都不意外吗？有什么好意外的？他想取代我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我倒是要感谢他，让我跟靳思涵离了婚。你就这么恨他？他害死了小季，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他的。靳思涵可真有意思啊！对他恨之入骨的女人，他舍不得放手；对他趋之若鹜的女人，百般推搡。我现在已经跟靳思涵没有关系了，他现在应该已经跟乔安安过上了双宿双飞的生活，我也可以下去见小季了。两全其美。这么漂亮，可是不杀？你想干什么？我想在你脸上刻出一朵花。你为什么不直接杀了我？没有什么比看着你无助哀求更让我惬意的事。喂，老大，靳思涵带人冲进来了。什么？他怎么找到这里的？你真当靳思涵是傻子吗？他妈的敢阴我！乔叔，你别得意了，我这又是吃素的，惹气了谁都别好过。走！如初，王强，你放了如初，有什么条件都可以谈。靳思涵，你这架势有得谈吗？你当我傻子是吧？放开他，我分分钟死无全尸。乔叔，我不能再等了，不然谁管你死活呀？这种把毒品送到别人手里的人，你在乎谁稀罕？你去把我杀了！乔如初，你别犯傻！反正我估计我有红情，那我们就一起死吧。住手！靳总，王强已经找到了，已经送医院了。乔如初呢？没有。王强都能找到，乔如初为什么找不到？再去给我找！好，你立马去。等等，王强醒了没？应该已经醒了。用这下边的人看好他，别让他死了。是。思涵哥哥，你在哪儿？我到现在都惊魂未定，我好害怕，你能来陪陪我吗？安安，医生说你只是受了点皮外伤，养养就好了。我这儿还有事儿，等蛮王过去找你啊。思涵哥哥。王强，你最好把事情的始末交代清楚，不然我要你生不如死。靳思涵，
你以为我会信你的鬼话？老子自己的身体自己清楚。有种你给我个痛快的！我不是在和你商量，说为什么绑架乔安安？没钱了呗，还是怎么？嘴还挺硬啊。既然如此，反正也要高位截瘫了，不如在这之前，让你尝试一下断子绝孙的后果。金思涵，你他妈是个疯子！你有空在这里折磨我，想想怎么去给乔叔收尸吧。等一下，丁总，我说，小安，你说什么？王强，你血口喷人！小安，你翻脸不认人的速度可真快啊！思涵哥哥，他撒谎，他想污蔑我。王强，你最好一五一十的说清楚，不然我一样让你生不如死。金思涵，你动脑子。他乔安安如果不配合我能轻易到绑架他不过是想让乔如初从你身边彻底消失，然后自己上位吧。安安，他说的是真的吗？思涵哥哥，你怎么可以相信一个绑架我又差点害死姐姐的人呢？你口说无凭，你拿出证据。我们俩的通话记录我还留着。他手机呢？拿来。金总，他手机没找到。思涵哥哥，姐姐已经被他害死了，他肯定知道你肯定不会饶了他，所以他肯定会报复你，让你我之间产生嫌隙，这样他的目的就达到了。你一定不要上了他的当啊！小安，我之前怎么没看出来你这么贱呢？我没做过的事，我肯定不会承认啊！他掉到江里是必死无疑。你知道我绑架的时候叫的有多惨吗？我刺激的我都不忍心。啊！把他管拔了，找个麻袋捆起来，扔出去。是。你先回去吧。思涵哥哥，你是不是不相信我了？你是怎么被绑架的？我是被骗出去的，是王强以乔如初的名义给我发的短信。真的是这样吗？思涵哥哥，如果你不相信的话，我可以把短信给你看。思涵哥哥，如果你真的不相信的话，那我已经没有活下去的理由了。我本来就已经得了癌症，也活不了多久了。安安，你这是做什么？思涵哥哥，这下你总得相信了吧？我信。你先回去吧。医生，他怎么样了？因为他掉进了江里，导致脑袋受挫，脑干出血，能活下来已经算不错了。那他什么时候能醒啊？也许今天，也许明天，也许一辈子都醒不了。季先生，你要做好心理准备。你什么意思？你是说他有可能这辈子都醒不过来了？不可能，是不可能。季先生，我们已经尽力了，您别激动。乔小姐也有一定的几率能恢复。医生，他会醒过来的，对吧？如果病人求生的意识很强烈，应该可以。如初，对不起，都怪我，都怪我。如果我当初不顾一切把你从思涵身边抢走，如初。你说，乔如初他是不是真的不在？已经过去好几天了，那边说生还的可能基本都云烟。他怎么这么狠的心，就这么离开了？金总，要为乔小姐办葬礼吗？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办什么葬礼？思涵哥哥，你怎么来了？思涵哥哥，你都好些天没有来看我了，我这不就来看你了吗？你已经看过了，走吧。思涵哥哥，我知道姐姐是因为我去世的，我也很愧疚，但是我也想做点什么弥补一下呀。乔如初他没死。你说什么？姐姐没死？目前我们的人没有找到乔小姐，但是也不排除有别人救了乔如初的可能。思涵哥哥，
姐姐都失踪了，你身边又没有人陪你，就让我留下来照顾你，我会听你话的。你先回去吧，这几天我很忙，你就不要过来了。好，那思阳哥哥，你好好休息。你刚说什么？有别人救了九如初？属下只是猜测。不，你说的很有道理。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救乔如初的可能性最大。靳总，你是说季时隐？他那么在乎乔如初，听到他出事了，居然一点反应都没有，这难道不反常？确实。你马上去给我查清季时锦最近的动向。好。如初，如初，你醒了！医生，医生，他醒了！这不可思议，乔小姐醒了！如初，你是谁啊？如初，是我师姐啊！你不记得我了？这怎么回事？季先生，他们出了一个消息，他的。医生，他怎么不认识我了？病人大脑受挫，造成记忆短缺，也是情理之中的。你是说他失忆了？照现在这种情况来看的话，是的。那他这个是全部失忆，还是一部分，并且什么时候能恢复呀？不好说啊，毕竟病人才刚刚醒。如果他能够把那些痛苦的记忆都忘记的话，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你刚醒，来喝点汤，暖暖胃。你是？不记得了，我叫季时锦，我们俩呀从小一起长大的。不记得了，我感觉我大脑一片空白。那我又是谁啊？没关系，我慢慢说给你听。你是乔氏集团的千金，你叫乔如初，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叫乔安安。同父异母的妹妹？哎，不过这些也都不重要了，他们对你不好，也不值得你对他们好。哎，喝点汤吧，啊！我感觉我头好痛，我想休息了。好，那我放这儿了，好好休息，没事了啊。季时锦这几天一直往这家医院跑，说是照顾病人，但是季家没有一个人生病。走，进去看看。你好，请问这里有一个叫乔如初的病人。你们是他什么人？这么说，乔如初是在这里了，她没有死。我是她的丈夫，你告诉我她在哪个房间？她怎么样了？你居然是她丈夫？她住院这么多天，你怎么现在才来？这件事三言两语说不清楚。你告诉我，她在哪个房间？病人现在身体很虚弱，你这样的反应只会吓到她。我尽量克制。你告诉我，她在哪个病房？左手第2个房间。你是谁啊？如初，是我呀。我不认识你。乔如初，你怎么了？你再这样我就喊人了。先生，现在病人情绪不太稳定，请您先出去。这到底怎么回事？关于病人的情况，您可以问问主治医生。现在请您先出去。去把如初的主治医生叫过来。好的。靳总，医生，如初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乔小姐由于脑干受损导致记忆缺失，现在情况不是很乐观。那她什么都记不起来了吗？按照这2天观察结果来看，是的。好，我知道了。靳总，您打算怎么办？如初现在很抵触我，见到我对她恢复病情不利。你先去帮我稳定她的情绪。好的，靳总。夫人，您终于醒了。你又是谁啊？我是靳总的助理，我姓孙，您之前都叫我小孙的。那他是谁啊？
他是您的丈夫啊，金思涵。我的丈夫，我结婚了。是啊，夫人，您跟我们靳总一见钟情，经过一系列的坎坷过后，有情人终成眷属。哎，这几天你生死不明，我们靳总都要急死了，连工作都不要了。那我到底是经历了什么才变成这样的？都怪你该死的王强，为了钱绑架你，还勒索我们靳总。东窗事发之后，拉着你去跳江，所以才害你变成了这样。不过您放心，靳总已经替您出了这口气了，收拾掉了这个王强。原来是这样，石井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些，也没提过我还有老公。季总跟您一直是青梅竹马，一开始就不赞成您跟我们靳总的婚姻，不提也正常。哎，夫人，您好好养身体，想问什么就问你的老公，我们靳总。我知道了，我会慢慢适应的。那我把我们靳总给您叫进来。嗯，好。这有椅子，你坐吧。身体还难受吗？还好，就是感觉头有点闷闷的。没事，过2天就好了。有什么想吃的吗？我一会儿让人送过来。我可以吃点酸辣的东西吗？我感觉嘴巴里好苦。不行，你刚醒过来，身体还没痊愈呢，只能吃清淡的。那你还问我？我知道你的口味，等你出院了，我带你去吃好吃的。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啊？我不想待在医院里。你要实在不想在医院，那我接你回家。那等石井回来了，我跟他说一声。你不必跟他说，我才是你的丈夫，有什么跟我说就行。那我们回家吧。这里就是我们以前的家呀。对，我们结婚之后就一直生活在这里。可是我什么都不记得了。没关系的，我会陪你一点一点的找回来。夫人，你回来了。这是李婶。好了，我先扶你回卧室休息吧。我们不是结婚了吗？怎么没有婚纱照啊？这都怪我，当初和你结婚的时候啊，太忙了，之后也一直没有去补拍。你要是想，我们过几天就去拍。哎，我们结婚多久了？快3年了。那为什么一直没有孩子啊？是我的问题吗？没有，是我的问题。你要是喜欢孩子，我们以后可以去领养。原来是这样啊。没事儿，我们还年轻，孩子的事儿以后再说。季总，夫人，饭做好了。走。我想吃个那个。还想吃什么？尽管吩咐。我听小孙说，这几天你为了我连工作都不要了，要不你先回去忙工作吧。公司的事情会有人负责，我呀陪着你就好。会不会太麻烦你了？照顾自己老婆有什么好麻烦的？你呀吃好了就去休息吧。靳总，季石锦现在在集团办公室里闹，您要不要过来处理一下？我马上过去。金思涵，如初藏哪儿去了？靳子锦，这话该我问你才对。你救了如初，又把她偷偷藏在医院，你想干什么？你不配！配不配你说了不算。我是她的丈夫，接她回家，名正言顺。你就不怕她记忆恢复吗？这轮不到你来操心。季时锦，我们俩的事，你凭什么来插手？
金思涵迟早会遭报应。思安哥，我都听见了，姐姐还活着。是，只不过他什么都不记得了。这样不是刚刚好吗？姐姐什么都不记得了，从此你们之后再无交集。你为什么还是要把她接回家？安安，他什么都不记得了，需要人照顾。到底是她需要你照顾，还是你想照顾她？难道你忘了思雨还躺在病床上？安安，我知道，但正是因为思雨，我才和乔如初一直都撇不清关系。再说了，这次是他去救的你，这也算给他的一点补偿。思安哥，你们已经离婚了，我等了你3年，我被别人骂小三，也骂了3年，我什么都不是。安安，这件事情急不得。思安哥，难道你忘了，你们已经离婚了？如果姐姐想起一切，她肯定不会原谅你，因为乔如姬的死都是因为你。如初，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说就说，乔如初，靳思涵他骗了你。当初王强绑架我，是靳思涵拿你的命换的我。若是因为他，你才会被害成这样。乔安安，你要再敢多说一句，我们之间就到此为止。靳思涵，你和他是什么关系？什么叫到此为止？如初，你等我回去跟你慢慢解释。你现在就给我解释清楚！你不是说我们结婚了吗？结婚证呢？婚纱照呢？婚戒呢？你从一开始就在骗我，是不是？如初，对不起。你猜的没错，靳思涵他骗了你，你们早就已经离婚了。小季，乔如姬，你还记得吧？乔如姬的死，都是因为靳思涵胁迫你，威胁你，是他断了乔如姬的呼吸机。乔安安，你闭嘴！靳思涵骗我很有意思，是不是？你什么都记起来了？是，我什么都记起来了。是你害我家破人亡，是你把我送到绑匪手里，让我受尽折磨。靳思涵，我恨你，我恨死你了！如初，你听我说。你还有什么好说的？靳思涵，这辈子都不想再看见你了。思涵哥，你看到了吗？他根本就不会原谅你，只有我一直在原地等你。乔安安，你给我滚！乔如初，靳思涵，我要你们全部都不得好死！如初，如初，你听我解释。靳思涵，你有什么脸求我听你解释？你给我放手！我不会放手的，我死也不会放手。乔如初，靳思涵，既然你们这么难舍难分，那你们都给我去死吧！靳思涵，乔安，你干什么？你们去死吧！靳思涵，乔安，你疯了吗？我既然得不到靳思涵，那我就毁了他！你们休想在一起！乔如初，你不是恨靳思涵吗？你这是故意杀人！乔如初，真贱！哪怕被一个男人无数次践踏，你还要像一个圣母一样去救他。我是恨靳思涵，但是我也不希望他死在你这种人手上。我这种人，姐姐，我是被你们逼的。
如果你早一点去死，就不会发生这些事情，乔如姬也不会死了。你在说什么？你还不知道吧？乔如姬的死不是金斯汗干的。什么意思啊？乔如初，你真蠢！乔如姬的死不是金斯汗干的，是我做的。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为我而死，这些道理你不会不懂吧？小季也是你弟弟，你怎么可以这么狠心啊？乔如姬算我什么弟弟？他从来没有喊过我一声姐姐。乔安，你这个杀人凶手！乔如初，你去死吧！如初，你没事吧？季世杰，你怎么在这儿？关你屁事啊！你还真是乔如初的一条好蠢狗啊！乔安安，我已经报警了。师姐，快打120！哎，医生，金斯汗怎么样了？幸亏抢救及时。你是他家属吗？哦，我是他前妻。他大概要多久才能醒啊24小时之内吧。好，谢谢医生。石静，谢谢你救了我。乔安安已经被警方控制住了，但他说自己有癌症，身体不舒服要做检查，现在还在医院赖着。不用管他了，他会得到应有的惩罚的。你醒了，我去帮你叫医生。你没事吧？没事。如初，对不起。现在先别说这些了，先把你身体养好吧。金总，金小姐醒过来了。真的？思雨，太好了，你终于醒了。哥，我昏迷了很久吗？是，整整3年。居然这么久。那乔安抓到了吗？他是不是跑了？你说什么？乔安安？是他害的你？难道真的不是如初？哥，你怎么能怀疑到嫂嫂头上？是乔安安。当初我在天台撞见了他跟别的男人不清不楚，他怕我告诉你，就把我推下了天台。啊！乔安安现在还在医院。马上去把乔安安给我带过来。对了，那个男人叫什么名字？蒋兆林，是乔安的大学同学。连同那个男人一起带过来。是。如初，原来是我一直误会了你。嫂嫂，一切都是乔安暗中耍手段，你可以跟哥哥好好谈谈的。我和他之间的裂痕太深了，哪能这么容易就说开的？我走了，你好好休息。如初，我知道你不想看到我，但是你好歹也等乔安安过来，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啊！嫂子，乔安安他那样陷害你，他必须当面给你个交代。如初，思雨说的没错。你醒了？是，我不仅醒了，我还记得你和蒋兆林将我推下楼，更记得你为了让我永远醒不过来，联合赵琴要害死我。不，都是蒋兆林逼我的，是他胁迫我的。川，你个贱人！你怎么在这儿？得亏我来了，不然我还不知道你这个贱人，全部推到我身上。你忘了是谁给你和王启和秦先生大吵了吗？蒋兆林，你闭嘴！金总，我刚刚看了乔安安的检查报告，乔安安各项身体指标都正常，根本没有。乔安安，你真让我恶心！金斯汗，你以为你算什么好东西？我跟了你3年。你负我，骗我，敷衍我，你的眼里永远都只有乔如初，你让我怎么不恨你？就是要看着你们狗咬狗，心里面才痛快。乔安，
死到临头了还不知悔改。我为什么要悔改？我又没错，错的是你们！好，很好。金思涵，你有本事就掐死我呀！你想死？没那么便宜。打从了公安局，你这个鬼，是你。反正我快活日子过惯了，要杀要剐随便你。把他一起带走。是。如初，我们能好好谈一谈吗？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好谈的？如初，我错了，我是真的爱你的。季思涵，你凭什么以为你没有直接害死小季，你们就可以和好如初？穷妓、家暴、出轨，这一桩桩一件件，有谁能当没有发生的？如初，之前都是我的错，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思雨，你好好休息吧，我走了。如初，披萨，小心着凉了。世锦，一切都真相大白了，可我还是高兴不起来。虽然他们都会得到惩罚，但是我的小季再也回不来了。如初，我明白你的感受。我订了后天的机票，咱们马上就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谢谢你啊，世锦。如初，站住！个贱人！要不是你，安安怎么会坐牢啊？你还安安呢你！少说两句。你也是这么想的吗？赵琴，你之前对我做过什么，你最清楚。如果我告诉季思涵，恐怕连你也会一起去坐牢。怎么？你这是要秋后算账吗？我不是来跟你们计较这些，我是来通知你们，爸，我要走了。你要去哪？我要和季时锦一起出国。你确定吗？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再回来看你们。如初，如初，小季，姐姐要离开了，你在那边要好好的。如初，起来吧，地上有点久了。如初，我去外面等你。你来干什么？乔如初，我们真的就不能重新开始吗？我给过你无数次机会的，是你自己错过了。从你把我交给王强手上那一刻开始，我们就已经结束了。你说的没错，我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混蛋，错认了乔安安，一直误会你，我该死。如初，我不能没有你。金思涵，你放过我也放过你自己吧。今天下午我就会出国，不出意外的话，我们不会再见了。你要走？对，我会和石锦一起出国。我永远失去你了，是吗？或许从一开始我们就不应该在一起。如果早知道是这样的结局，你当初就不该救我。在干什么呢？在看我即将开启的新的人生。